要想让 iPhone 14系列变成真香机，很简单，咱们把价格稍微让一让，你先降1000，你立刻啊，在我眼中它就是无边框的。刘海算什么？降1000，这个刘海我就喜欢。你再降1000，没边框啊，这根本就哪有边框？你再降1000，哇，这不是120帧刷新率吗？我可以眨眼补帧呢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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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南岩，欢迎来到科技美学的直播间。一周一度啊，看见我意味着你又长了1周岁。那过去1周里面发生了哪些值得表扬的事情呢？咱们抓紧来看一看。如果觉得主播表扬的好玩，可以把哈哈哈哈打在弹幕上；如果觉得主播实在是可以把圆周率后15位打在弹幕上。我们下面开始。首先我们要表扬的就是苹果。本周苹果呢被多家媒体报道啊，苹果被罚，在巴西市场啊、南美市场，因为呢 iPhone 销售包装里面没有充电器，而被巴西呢再度罚款1900万美元。有同学表示，主播你这怎么表扬啊？罚款，我看你有什么表扬的？看待一件事情一定要掌握精髓，结合事情的前因后果，换一种说法，这件事情在别人的眼里可能就不一样了。第二天某震惊媒体报道，知名科技公司苹果花费了1900万美元用于地球环保事业。觉得主播说的好，可以打个6是吧？你看这个事儿对吧？你看你怎么说？哎呀，你说被罚款1900万美元，听起来就不好听。那根据海外多家媒体报道啊，从目前的分析来看呢，苹果的 iPhone 14以及14 Plus 上市首周销量低于预期。苹果呢把大量的产能向 Pro 去转移。从目前来分析的结果看呢，原本苹果在今年下半年将会生产9000万部 iPhone， 但是由于市场需求低迷，这一数字呢可能会只剩下8000万部。当然这个8000万部啊，已经约等于其他阵营友商们的旗舰机型加盒还乘以2了，是吧？但是对于苹果来说，这8000万部就是一个很差的成绩了。那各位 CEO， 咱们现在呢就给苹果想一想办法吧。目前来说的话，怎么样能够让 iPhone 14以及14 Plus 从目前的无人问津变成香饽饽呢？看一下同学们的幕，大家有什么办法？咱们先分析一下 iPhone 14它有哪些问题。首先呢，就是2022年了，下半年了，它还是个大刘海儿，还是个宽边框，还不是高刷新率，对不对？那这几大问题都使得它看起来没有那么高的性价比。那我想跟他说的是，其实呢，要想让 iPhone 14系列变成真香机，很简单，咱们把价格稍微让一让，对吧？你现在6000块钱，你先降1000，你降完了1000，你立刻啊，在我眼中它就是无边框的。刘海算什么？降1000，这个刘海我就喜欢。你再降1000，没边框啊，这根本就哪有边框？根本看不到边框。你再降1000，哇，这不是120帧刷新率吗？我可以眨眼补帧呢，对不对？别说 iPhone 香不香，就看你降价刚不刚。所以大家重点关注一下双11。刚才呢，咱们说了 iPhone 要想变香直接把价格降一降，但其实呢，还有另外一种方法变香。咱们看这条新闻，最新消息显示呢，某豪华品牌定制厂商推出了限量版本的劳力士 iPhone 14 Pro， 价格呀仅售93万元人民币起。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款产品的颜值如何。别眨眼睛，满分100分，大家觉得这款 iPhone 14劳力士限定版本打几分呢？好，那么这款腕表啊，我看弹幕上很多同学都表示好漂亮呀这一看这各位 CEO 家里面是真地有矿，反正我觉得也挺好看，但是我就想问问你这手机多沉呢？大家知不知道这个 iPhone 14 Pro Max 多沉？还不嫌沉是吗？这得奔着400克去了是吧？我就想问问你这个为什么不敢放侧面图？主播是不是说到关键点是吧？侧面会是什么样子？我给你展示一下这是 iPhone， 这是 Apple Watch， 它的侧面就是这个样的，能理解吧，同学们？某中国自媒体推出了限量版本的 iPhone 14 Pro Max， 手感一流就这个位置的时候，这确实可以解决苹果 iPhone 14 Pro Max 手感一般的问题就你中间始终握这个表咱就拿个胶给它粘上就完了。你是劳力士限定版，我是 Apple Watch 限定版 iPhone， 我对这个手机吧，它倒是没什么意见，但是呢，我就觉得可能不太实用。为啥呢？因为这个 iPhone 本身它好像有时间功能，我是不是发现了什么秘密？我估计好像大多数的顶级富豪可能不太清楚，这个 iPhone 本身上面是有时间的，能看表。同学，不是老板，咱们可以在上面搞点没有的功能，你比如说你粘个打火机粘个刮胡刀对吧？这些 iPhone 它是实现不了的。你说你粘个表，对吧？你这
这啥玩意儿呢？这是。这里啊，我们也是建议华强北呢可以推一个类似的手机壳，对吧？把这个手表粘在手机壳上，就救了手表的厂商，又救了手机壳的厂商。这个手机壳上市一卖，那还不卖爆吗？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配置。那么首先呢，这款 iPhone 14 Pro 128G 的存储售价呢为95.3万人民币，而14 Pro Max 1TB 版本的售价呢是95.7万。哎，我好像发现了疑点。你注意看啊，售价95.3万这个的内存是128G 的，不是？我就想问问这个厂商，你95万的手机就给我128G 的内存，你到底是苹果看了它也沉默呀？这件事情告诉了我们一个深刻的道理：90多万的手机只配了128G 内存。看起来啊，这些卖奢侈品的厂商也知道 iPhone 的内存是真的贵。来问一下正在看咱们节目的同学，你正在使用的电脑操作系统是什么？大家可以打在弹幕上。你是 Win10 啊 ，Win11 啊 ，Win7 啊，还是 macOS 啊？看一下同学们的情况。各大媒体报道啊 ，Windows 11从去年10月5号上市至今啊，恰好1年的时间了。但是呢，仍旧有近一半的电脑还没有做好准备啊，这啥意思啊？咱们一起来看一看媒体调查公司给出的一项大规模调查的结果。那么来自知名的企业管理 IT 运营公司 Lansweeper 一项调查显示啊，现存世上的多数 PC 啊，或多或少呢都有某项功能不满足 Win11的系统需求。比如说这边满足 CPU 的、RAM 的、TPM 的啊这几项需求综合下来呢，实际上市面上的 PC 大概只有不到50%的可以满足 Windows 11完全升级的需求。这事咋说呢？来问大家一下啊，你升级 Windows 11了吗？实话实说不是我不想升级，它问题是微软它弄了个 TPM 认证，直接卡掉了不少的老电脑。其实它不算老电脑啊，你说这几年前电脑用着还挺流畅的，游戏也都一样玩，你这3A 大作我都照样玩，你个 Windows 11难道还比 QQ 大吗？所以啊，我觉得这个 Windows 啊，想要提高自己的市场占有率啊，是应该做出一些改变了，是吧？我们这些老电脑你多少给升点。那咱们一起来看一看时至今日 Windows 11的市场占有份额。来看这张表格你注意看啊，最显眼的就是这个红色的 Windows 11，经过了长达1年的努力，终于占据了高达2.6%的市场份额，真的是可喜啊可贺呀！这还不止呢啊，在更为重要的商业市场，橙色线呢是普通消费者，蓝色线呢是商用公司啊，也就是说商用公司升级 Windows 11的积极性啊，也是远远要弱于普通的消费者啊，所以这个微软呢确实应该想想办法。我现在十分的担心呢，等过几年啊 Windows 12上市的时候 ，Windows 11最高的市场份额能不能超过11%？来问大家一下啊，大家觉得在 Windows 11的生命周期之内，它的市场份额最高能到多少？目前来看的话呢 ，Windows 11经过长时间的努力啊，已经逼近 Windows 7了，估计再过2年就能超越了，加油！本周啊，微软还有好消息，时隔1年呢，发布了全新的 Surface Pro 全新系列啊 ，Surface Pro 9，而且呢，今年是全面支持5G 使得全天候户外工作呢获得了可能啊，咱们一起来看一看。首先我们来瞧一瞧这个 Surface Pro 的颜值，大家对于这个系列啊外观颜值你打几分呢？满分100分。来看一下同学们的弹幕。在今年呢，微软又进一步强化了自己在外观设计上的美感，推出了这个全新的花纹。来看一下这个，十分的复古，好像布纹的感觉。有一说一啊，这个颜值我觉得还是不错啊，包括隐藏的 Surface Pen 这支笔啊也都不错。整体来说呢，感觉还可以。那接下来就是大家最关心的价格，价格是否像机型一样美丽呢？那配置方面呢，采用了从酷睿 i5 到酷睿 i7，那么最高配呢是32G 加 1TB 的版本，仅售18988元。这还不到2万的啊，这个价格是真的不贵。当然了，这个还不是顶配版啊，因为这个5G 版它还没上市呢。那么来问大家一下啊，如果你来购买的话，会买多少钱的版本呢？我们看最低配的是7788元，最高配是18988元，你会考虑买哪一个呢？好，我看啊，很多同学表示啊，买7788元的低配版就可以了。我觉得也是啊，你买这个应该就够用了。但是我要强调一下，它安装的可是 Windows 11系统，购买前想清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售价7788元的版本啊，它是8加128G 啊内存。好家伙，微软啊，你可学点好，你可不能跟隔壁某 A 姓厂商学坏了，孩子，你可学点好吧，孩子。来看游戏圈，本周呢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新闻，但是呢影响还是比较深远的。威社
啊，就是 Steam， 大家应该不陌生。威社呢推出了 Steam Deck 这款 Windows 掌机啊，应该说呢这个连续获得销量冠军，海外呢一直没现货啊，目前也是一机难求啊。说白了就是价格便宜，量还足嘛。那么近日呢，居然有主播发现，在威社 Steam Deck 的官方宣传视频里面，居然有任天堂 Switch 的模拟器啊！咱们一起来看一下啊。那么在海外博主爆料，在一则宣传视频当中，居然发现了Switch 的模拟器。我先说一下啊，这个买了 Windows 掌机的用户啊，其实都知道这个事儿啊，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秘密。确实可以在 Windows 的设备上去玩 Switch，大家可以在任何的视频网站去搜索啊，就大量的这种测试视频，而且运行的甚至比 Switch 本身还高清。你就这，但是你可别忘了，这是任天堂的机器啊，对不对？任天堂那可是咱们东半球最强法务部啊。任天堂表示 ，G 胖，你这也太明目张胆了吧你在你们的主机上装我们主机的模拟器，你还让不让我们卖了？可以这样竞争的吗？呸！我都关着灯，你这居然发到自己官方视频上了。我想说，G 胖干得漂亮啊！不是我悄悄说的，我这把这轱辘删掉。来看华为的消息，那本周呢有爆料显示，华为的 Mate 50 Pro 将支持戴口罩识别，通过眼部特征来进行认证。那目前啊，因为还是疫情没有完全的过去啊，很多人呢在出门的时候还是要戴口罩的。好，来问大家一下，你的手机可以戴着口罩来解锁吗？可以打个1，不可以打一盖。看一下同学们弹幕。个人觉得呢，目前这个阶段啊，戴口罩解锁还是很有必要的啊。有同学表示，哎 ，iPhone 它不也有戴口罩解锁吗？啊，是啊，但是我们华为还有指纹识别呢。指纹识别加口罩解锁双保险，有些环境里面呢，可能我们不方便露出手，比如说戴手套的情况下，那如果能戴口罩解锁，那显然是很方便的。别着急，关于华为还有，本周华为 Mate 50E 上市，这款产品呢采用了骁龙 778G 4G 处理器，大家来猜一下它的价格。好，我们来公布价格，128G 版呢售价3999元，256G 版售价4499元。我们来明确的说一下这台机器的卖点。第一个，他说的很清楚，鸿蒙操作系统。第二个，我个人认为是外观设计，因为呢，它和 Mate 50的标准版是一脉相承下来的。这个是 Mate 50的 Pro， 这个是 Mate 50E 啊。那我们看到两台机器的差别主要是直屏和曲面屏。这个外观设计呢，应该说和自家的当家旗舰很像啊。拿出来的话呢，感觉上啊，我觉得在外观上面确实是很漂亮。但是我们必须要严肃的说一下，如果呢你是一个重视拍照的人，我的个人建议是，你应该买华为的 Mate 50或者是 Mate 50 Pro。而 Mate 50E 呢，它并不是主打影像系统的。为什么？注意放大看，旗舰机型4个圆圈。每一个有各自的用途，你可以看得非常清楚。而这台主打高性价比的机型，4个圆圈是双镜头机型，所以我认为，如果你想以拍照为主的话，应该选择标准版或者是 Pro 版。镜头部分的差别为你展示清楚。今天最后一条，我们来看一下奈飞的消息。了解奈飞的啊，或者看过的打个1，不了解的、没听过的打一盖。看一下同学们的弹幕。那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啊，奈飞是一家比较神奇的视频公司，它呢一直是没有广告，完全靠自己的视频内容、用户订阅来付费。那目前我们来看一下呢，在海外这边，多数地区啊，比如说北美地区是9.99美元，大约70块钱人民币一个月啊，这是标准版，你能看 720P 的视频。如果你要看高清版的视频呢，大概是95元人民币一个月，一个订阅制的视频网站。那说起奈飞，即便你不熟悉的话，但说起它所出品的一些独家的视频节目，你应该是不陌生。比如知名美剧《纸牌屋》，比如知名韩剧《鱿鱼》的游戏，还有像《怪奇物语》啊、《爱死机》啊，反正都是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一款出圈的奈飞制作的剧集。说实话，在全球各大视频网站啊纷纷去开展广告营收的情况下啊，奈飞这个还是真是特立独行。你看 YouTube 现在都是大量的广告。那么每当我们去看市面上的媒体对于奈飞的评价啊，基本上呢也都是说它是一个颠覆者。它的商业模式呢非常的优雅，因为它有点像电影院的感觉啊，就是你付费我就给你最好的节目，没有一些额外的东西。我们先说一下啊，奈飞目前已经成为一家1000亿市值的巨头啊，是一家相当厉害的企业。来吧，看一看同学们弹幕，你觉得这种完全没有广告的啊，完全凭借订阅付费的模式来进行营收创收的企业，满分100分，觉得这个模式如何？好，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奈飞啊，最近这1个月
月又刚刚发布了他们全新的订阅政策，看一看是不是有价格优惠。根据最新报道啊，奈飞即将推出广告套餐，这谁写的稿子？6.99美元包月，每小时需要看4到5分钟的广告。什么意思呢？原本呢每个月大概70元人民币可以看没有广告的视频，现在呢每个月大概50元人民币，但是你需要看每个小时4到5分钟的广告啊，广告比原来纯付费看视频没广告的情况下要少20块钱。大家觉得怎么样？你是否支持奈飞的这个全新的广告套餐呢？有观众表示，咱们能不能先看广告，看完了广告再看视频？你这1个小时要看4到5分钟，那我这电影没看完，看一半你给我插4、5分钟广告，这太尴尬了吧？我想说的是，您说的这个形式，它是不是叫电影院呢？电影院是电影开演前你可以看4、5分钟广告，然后就是2个小时电影。而且这个事儿你得往好了想，咱们来夸一夸奈飞网站，为了您的视力着想，每个小时休息5分钟，保护您的双眼。他真的我哭死是吧？你得往好了想是吧？想一想啊，如果是那些震惊网站、震惊媒体啊，怎么来报道这件事情？震惊！某知名视频网站推出全新会员服务，6.99美元，每小时就能提供4到5分钟的优质广告服务。好好的商业模式突然开始插广告了呢？咱们一起来看一下，过去1年啊，奈飞的股价呢跌去了63%，再往前算跌的更多，确实是没钱了。订阅用户呢大幅度的缩水，其实原因也很简单嘛，很多的竞争对手都推出了优质的剧集，比如说 HBO、Star、迪士尼，每一家呢都有自己独家剧集啊，比如说黑袍纠察队，当然这个不存在的剧集啊。那咱们在座各位 CEO 啊，大家都是非常有经验的商界精英。目前呢，奈飞这个情况就这样了，咱们有没有什么办法改变一下呢？目前困境很简单，用户缩水，订阅用户大幅度的缩水，怎么办？看一下同学们弹幕，很简单啊，你不是缺用户吗？增加用户不就完了吗？怎么增加用户啊？你进入咱们国内市场，对不对？你海外才多少人啊？你敢不敢进入咱们国内市场？奈飞过去为什么取得了那么多成功的爆款的剧集啊？就是它在海外啊多个国家和地区呢联合这些视频创作者去创作剧集，比如说韩剧《鱿鱼的游戏》。那么我觉得呢，它来到中国本土啊，咱们这边有这么多好的演员、好的制作团队、流量高颜值的演员，这一样可以拍出这些剧集吗？你在海外拍的叫什么《鱿鱼的游戏》，对不对？你来咱们国内，咱们拍一个烤鱿鱼游戏，对不对？马上就火啊！这还用问吗？而且你这个奈飞吧，缺乏经验，这么多年你也没插过广告，你现在冷不丁往你这个奈飞视频里边插广告，用户能乐意吗？关于往视频里面插广告这件事儿，还得跟咱们国内网站取经。正在看咱们节目的同学，有很多的都是咱们国内各大视频网站的老板，来给奈飞出招吧，教一教他怎么在广告当中插电视剧。看一看同学们弹幕啊，视频之前插广告，视频之后插广告，视频播放中间呢也得插广告。还有凡是英语类的节目啊，每隔1分钟插一条弹出式的小广告。当然这个小广告肯定是不影响你观看的，但是呢这个小广告呢这个位置啊就把下边这个字幕给它挡上，对吧？你需要手动给它关闭一下。超前点播奈飞你也应该学习一下，对不对？你这暂停要插播广告，那这是视频网站的广告经验。咱们再想一想，别忘了刚才咱们那个前提条件，插广告这个版本啊是每个月50块钱，奈飞的啊，不插广告这个是70块钱。也就是说什么呢？你每个小时看4到5分钟这个广告啊，价值20元人民币，对吧？大家记住这个数值啊，也就是说奈飞认为只要我看每小时4到5分钟广告就价值20块钱，那只要我1个小时里边连看5遍广告，是不是就可以免费了呀？对不对？是不是这个意思？对吧？你看5分钟广告20块钱，我看5遍，5525，我看25分钟广告100块钱吗？是不是？每个月我只需要每个小时看25分钟广告，就可以免费的订阅奈飞最高质量的视频了。你看是不是？谁说我数学不好？谁说的？给我站出来！来站出来！我算的对不对？咱们呢还可以再拓展一下思维，比如说呀，我这25分钟广告我没看够，我接着看。你1个小时吗？我1个小时我全看广告，20块钱乘以12个5分钟，那1个小时就是240块钱呢。来吧，奈飞，你给我吧，拿来吧，我这广告我都看完了。奈飞，你只要敢进入国内视频市场，让你领教我们薅羊毛的能力。我没跟你说呢，奈飞，其实我最爱看广告了。你只要敢进国内，我多买几个电视，是吧？摆在这儿挨圈看。
好了啊，咱们不开玩笑了啊，大家提的各种各样的建议啊，奈飞的老板啊看完之后啊，表示很感动。这里是科技美学的科学吐槽节目，如果我们觉得吐槽的好玩啊，欢迎关注一下我们。如果兜里实在没钱，点个赞也行，感谢各位。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。祝大家都有强壮的身体，多赚 money， 天天都能休息，每天还有花不完的法定货币。感谢大家的点赞。哎，这是谁掉的硬币啊？给大佬们磕头了。下周别忘了还来玩啊。咱话说回来啊，应该还是有很多人啊，他愿意看电视的，他是又不想花钱，又想看电视，怎么办呢？一个最终的解决办法，咱们1个小时里面60分钟，我们花55分钟来看广告。这样的话呢，220块钱啊，奈飞你先给我，剩下那5分钟我来看你这个视频。这奈飞老总都傻了，这5分钟咋看视频呢？5分钟教你看完纸牌屋，5分钟教你看完鱿鱼游戏。注意看，这个男人叫小帅，他的女朋友叫小美，他们在村里，一个是副村长，一个是村妇联主任。这一天，他们决定竞选村长。他们将会发生什么呢？注意看，这个男人叫大壮，他家里欠了钱，打算参加一场比赛挣工资。来吧，奈飞，学会了的奈飞打个6来。以后咱就这么改啊！以后奈飞就是5分钟看完鱿鱼游戏，加55分钟的广告，每个小时呢给你220块钱。学会了的同学打一波6，奈飞不用谢。